大家好，我是哲嘉。上一集带大家用 OpenStack 走完了一个完整的开发流程。那这一集就来想讨论规格驱动开发，还有来比较 OpenStack 还有 GitHub Stacky 的差异。那先讲大的方向，就是 OpenStack 它是比较弹性，那它可以解决的问题复杂程度就是可以从小到大都可以。那 GitHub Stacky 它就是极端的严谨，那比较适合就是一次处理比较多的事情，或者一次处理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这样。那 SDD 有这么多的实作工具，那其实我们是在做什么事情呢？就是我们在试着不要让 AI 失控，就是让它可以往我们想要走的方向去实际执行。那不同的工具都会有不同的功能和流程。你可能会在 A 工具的时候想使用一些 B 工具的功能。那现在 LLM 的好处就是，任何你觉得不足的地方，其实都可以用自然语言叫它去做。所以其实不足的部分也就没了。那我觉得其实不同的工具，它其实是提供一个大的方向跟框架。那任何一些比较小、比较细，你想要改的地方，你都可以透过 LLM 的方式去让它补足。那大的方向讲完了，那我们来讲细节。那我总共总结了3件我觉得比较重要的事情。那第一件事情就是，当我们想要做多个改动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可能想一次开发多个 feature，那我保证他们一定是程式码上不会有互相改来改去，不会去改同一只档案的情况。那 OpenStack 它就很单纯，它一个劝举其实就是一个资料夹嘛，我们都还是在同一个分支，所以就是可以平行去做。但是 Stacky 它就是你这次要做一个 feature，它就是开一个新的分支，那就不能同时改多个劝举这样。那一开始我是觉得 Stacky 这个做法是很安全的，就是我这次无论如何改，反正都是同一个分支嘛，爆掉了不起就是这个分支就不要用了。但是后来就会觉得蛮麻烦的，就是其实我要做到这么安全的事情，我可以自己来开分支嘛，就不用你帮我自动开。那有时候如果我想要做多个改动，那都在同一支分支，那会比较方便。那第二件事情就来讨论，就是 agents 相关的一些设定档。那当然就是包括 agents.md，还有 Stacky 的 constitution，然后 OpenStack 设定档叫 config.yaml。那不论你使用什么工具，agents.md 就是很重要。因为你不论用什么样的工具，AI 都会去参考这个 agents.md。那之前提到过，就是 agents.md 跟 constitution 其实很重复，就是他们都会去扫这整个专案，然后去了解这个 repo 的架构，然后把这个专案的描述写进去这样。那到底有什么差异呢？就是 agents.md AI 不一定要去遵守，它可能会是参考，但是 Constitution 就不一样，它就是很强制，它一定要去遵守这个 Constitution 下去做。那 OpenStack 的 config.yaml 也是同样的情况，它是一定要遵守 OpenStack 一定要遵守这个 config.yaml，所以 Stacky 有一个很不可取代的特性，就是它很符合就是非常严谨的行业，比方说医疗产业或者金融业，就是事情绝对不能出错，一定要符合这个规范。那当 Constitution 越长越大的时候，它确实之后做每个功能就会越来越慢，因为你要读的 context 就越来越多。那这个就是 trade off 啊，就是你想要安全还是想要快速。那第3件事情就来讲，就是 context 的上限，
就是 Spacey 它在做每件事情每个阶段它的 context 是没有上限的，反正它就是要读所有的东西。那 OpenStack 它在每个阶段的 context 是有上限的，太多我就不读了。那好处可能就是比较不会让你无限的等吧。那这些就是有所取舍啦，就是工具要有差异，我们才能根据不同的情况去选择工具。那其实差异化才是竞争力。那我们就是去了解不同的工具有不同的特色，那就是根据我们需要的情况去选择一个比较适合我们的工具。那大家是更喜欢使用 OpenStack 还是 Spacey 呢？欢迎底下留言。那我是哲嘉，我们下次见。